好，同学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非常高兴的来到咱们学校，给大家做一场关于考研方面的指导。按照惯例呢，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哈。本人的名叫张雪峰，弓长张，下雪的雪，山峰的峰。你们呢不用记住我叫什么，记住我姓什么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我姓张，除了张以外啥也不姓哈。然后你一听我这个口音呢，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，本人一听也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东北大老爷们儿，是吧？只不过家不是辽宁的哈，我们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。而求学的经历跟你有些不大一样，就是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不是在咱们东北读的，我的本科呢是在河南读的本科，就读于河南省最好的学校，大家知道是哪个学校吧？对，传说中的郑州大学是吧？这个学校呢是河南省最好的学校，也是河南省唯一的一个211工程大学，甚至在我入学的那一年还喊出了一个口号，说在5年之内要把郑大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知名的高校。但非常明显，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，是吧？这个失败的原因呢，我觉得也非常简单哈，就是郑州大学的老师作为河南省最好的校的老师，这老师上课都太有河南特色了，知道啥意思吧？这老师上课都不讲普通话，都讲河南话。我上大学第一节课，大学物理课，老师上来就是一通河南话，当时就把我干懵了哈。老师上来就是同学们大家好，说今天呢，咱讲一下这个物理哈。啊，恁说这个物理他讲的是啥嘞？咱就把书翻开，今天呢，咱讲了啥？这就是我的大学物理老师哈。我上大学换了3物理老师都一个样。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还找过我们的辅导员，我说导员咋回事啊？那人家小学老师还讲普通话呢，对吧？那到了大学老师怎么改说河南话了？知道我们导员咋说的吧？我们导员说：“咦，这算啥呀？是吧？”我们导员说，那上大一的时候，那老师讲河南话都听不懂；那到了大4的时候，那老师都讲河南话，恁咋弄了？这是，恁说恁给恁弄啥了是吧？我当时想把他掐死的心都有了哈。本来你师兄我到大4的时候是可以保研的，但是当时我把我这个保研的机会都给放弃了。原因非常简单，就是当时如果我要是保研的话，我只能保送到我自己的本校，而我保送我自己本校的话，我保送的那个老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。我觉得我跟着他3年的话，他早晚会死在我手里边了，是吧？然后为了他的生命安全，也为了我的前途着想，所以当时就没有选择保研，选择了考研。考研呢去了北京。说老师，我轻易不考研，要考我就考个牛逼的。那同学，你要想考牛逼高校的话，你觉得你考这点分还够用吗？就不够用了，因为在咱们中国有一帮牛逼高校，他们在考研的时候有一个特权，他们可以干嘛？自主划线。这样的学校全国一共有34个。我们把这34个学校称为叫做34所自主划线院校。那你说老师，哪些学校这么牛逼可以自主划线呢？咱们给你过一遍哈。中国自主划线的院校一共34个，从北京开始数，北京有7个，我估计哪7个你猜都猜得出来吧？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北师大、北航、北理工和中国农业大学。那我没有中国石油哈。换句话说，同学，假如说老师我要考中国石油大学，你要考中国石油大学的话，英语的最低分数线就是37。但如果说张老师我要考北航，那你的英语就得考个更高的分，听明白了吧？北京7个34所，清华、北大、人大、北师大、北航、北理工和中国农业大学；天津2个34所是天大和南开，山东一个叫山东大学，南京2个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，浙江有个巨无霸的高校叫浙江大学，上海有3个34所是上交大、同济和复旦，福建唯一的34所在厦门叫厦门大学，广州2个34所是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，湖南有2个34所是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，湖北有2个34所是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。而且这2个学校很有特点，知道什么特点吗？武大和华科都自称是湖北省排名第1的学校。武大说我湖北第1，华科说屁，我才是第1，知道吧？那你考这2个学校就有特点了，怎么样？你复试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话，比如说你要考武大，你一定要说什么话？老师，我最他妈讨厌哪个学校？华科了是吧？那破学校跟我们校争第1，我呸！英雄所见略同，知道吧？马上录取你哈。而到了我的老家黑龙江，黑龙江省只有一个34所，它的名字叫哈工大，它的全称叫哈尔滨工业大学。这大家一定要整明白啊！黑龙江的学校名字叫的确实比较像，什么哈工大、哈工程、哈理工、黑工程、黑科技。每年都有人问我，张老师，这是一个学校吗？这怎么能是一个学校呢？对吧？但是在咱们全国，每年都有很多很牛逼的傻逼把哈尔滨理工大学当哈工大去报，每年都有，知道吧？我知道这个事儿最惨的一年发生在我高考的那一年，有一个海南的大哥高考考了670，成功的被哈尔滨理工大学给录取了。大哥考完还不知道呢，你知道吧？千里迢迢坐飞机从海南干到了哈尔滨，即将下飞机的时候，突然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大哥就觉得哪儿不对，你知道吧？一看通知书哈理工，感觉不对呀，还问空姐呢，大姐这是哈工大吗？大姐看着通知书就说了3个字，你猜猜是吧？那明显不是嘛，对不对？
哈理工狗屁都不是，哈工大是最牛逼的那一个。而各位学理工科的同学，如果说你学习成绩一般，底子又不好，但是还想考个牛逼高校的话，大家请把中间那个学校给记住，它叫哈工程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学校啊，哈尔滨工程大学。为什么记住它？同学，这个学校就是传说当中我们理工类专业又好考，年年没人报，招还招不满的，就它。知道吧？那老师他好吗？你听说过这个学校吗？你看来你知识面很广哎。这个学校它原来并不叫哈工程，它原来叫哈军工，它是中国的第一所军校，它的第一任校长是中国的开国大将陈赓大将，当年很牛逼的，不比哈工大、清华北大差多少，那咋就成了今天的哈工程了呢？因为在上个世纪的60、70年代，这个学校曾经进行过惨无人道的拆分，拆到什么程度？就当年他开的分校现在独立了，比他自己都牛逼。那老师谁是他拆的？南京有个叫南京理工大学的校，听说过吗？那原来是他的分校，知道吧？他开的最牛逼的分校现在在长沙，现在的名字叫做国防科技大学，后来被中国教育部评为中国最无私奉献的学校。当之无愧，但是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现在这个学校仍然是一个211工程大学、国防科工委直属高校、工业及信息产业部的直属高校。而这么好的一个学校，居然年年没人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在哈尔滨。说到哈尔滨，大家马上想到一个字冷，是吧？你们觉得咱们抚顺的冬天冷吗？你们这叫冷，我们那叫寒冷，知道吧？差一个字哈。你看黑龙江的西北部地区啊，一到了冬天晚上，最低气温将近零下50度。零下50度，你们感受过吗？你在那外边吐口痰没落地呢，就冻上了，知道吧？你像咱们东北，基本上过年买块肉放在外边都不能给狗叼走，因为它啃不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发现这南方北方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。而我们的近邻吉林省的34所只有一个，它的名字叫做吉林大学，对吧？吉林大学很大的特点，它特别的大，是吧？大到什么程度？你到了长春，你会听到这么一句话，叫美丽的长春在美丽的吉大里边。大家注意，不是吉大在长春，是长春在吉大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吉林大学它的校区比较多，知道吧？吉林大学在长春市区，它有6个校区。同学，你要知道，长春都他妈没有6个区，它有6个校区。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问旁边这个人，大哥，吉大在哪儿？都在附近，知道吧？满地都是吉大，知道吧？而到了辽宁省，辽宁2个34所，大家应该知道哪2个吧？一个在大连叫大连理工，一个在沈阳叫东北大学。而到了安徽，有一个被称为小清华的学校，它的名字叫做中国科技大学，这是跟中科院合作的，出国率非常高哈。而如果你要考西安，西安有2个34所，它分别是西安交大和西北工业大学。重庆唯一的34所叫做重庆大学，四川俩。川大和电子科技大。而同学，如果说你是学通信、电子、计算机的，电子科技大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对吧？但同学你要知道，中国有4个电子科技大，你报的时候别跑偏报混了，知道吧？中国4个电子科技大，一个在成都，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，这是34所，另外3个在哪里啊？西安有一个西电，杭州有一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，最后一个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。哎，桂林有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，但大家注意啊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跟桂林山水没什么关系，知道吧？它在桂林的远郊，啊，桂林有个地方叫做瑶山，这个瑶知道吧？知道瑶山是个什么地儿吗？那是桂林的风水宝地，就桂林死个人埋都埋在那边，知道吧？而最后一个学校，而这个学校也被称为了中国最委屈的大学，它的名字叫做兰州大学，啊，是吧？挺好的大学弄到大西北了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，在世界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，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，他们说的都是假话。学历很重要，在国外是有具体的数字，只要你常青藤大学毕业，你是一些名校的 MBA 毕业的话，你进入世界500强的这个几率非常高，而且你的进去了之后，这个起点薪水就会很高。我们不谈丑小鸭变黑天鹅的故事。我们只谈那些大多数的天鹅，他们是怎么出来的。有这么一个学校叫做齐齐哈尔大学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在今年的9、10月份，你到齐齐哈尔大学去看一看，什么样的企业到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。你在北京一个学校叫北京科技大学，你再看一看什么样的企业到北京科技大学招聘。你再看看什么样的企业到清华北大招聘。他们去什么样的企业，他们给这个学生多少钱1个月的工资，您去看一看，您就知道了说的是什么。反对。反对，没问题。人人都想成为天鹅吗？是，但成为天鹅的路，只有考研一条吗？或者是考研是非常有效的一条吗？我认为不是。
但我想告诉你，相对于考研来说，最重要的对于年轻人的晋升之路是工作，不是出国，不是考公务员，不是考研，是工作，不是工作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一个齐齐哈尔大学的毕业生，他将来做什么工作？你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自己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重点，所以说你不是世界企业500强。一个学生本科毕业之后，最好的晋升之路就是在工作中不断受挫折，找到自己该有的方向，再决定是出国考公务员还是考研，而不是一头扎到考研大军去。只有一少部分人应该继续攻读该研究的学业，而大多数人应该到工作中去锻炼自己，而不是靠考研来锻炼自己。他没机会，他根本就没，他不是唯一的道路。但是我说的是，他是大多数人的道路。我没有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考研。如果说你觉得你本科毕业以后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，考研是一条道路。当然，你可以去考公务员，你可以去找工作，你可以去出国留学，考研只是一个选择。其实我想给大家传递的精神就是，当你觉得现在你需要改变的时候，该改变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改变。好不容易条件上了，我干嘛不去啊？我帮你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不去啊？我帮你分析一下，你为什么会不去呢？我问大家，考研啥时候考？12月底考试。考研的复试什么时候复试？3月份复试。你到4月1号的时候，你考研能不能考上就已经都知道了，知道吗？结果同学，你4月1号刚刚考完研，到了4月中旬，各个省另外一个考试就出来了，叫做省公务员考试，一般是在4月中旬。结果有的人刚考完研就去考省公务员考试，一不小心考上了，后来要出去找工作，一不小心找到了。好，同学，你到9月份研究生开学的时候，面临你面前是不是3个选择？要么去内蒙古读研，要么在家当公务员，要么在家工作，你选哪一个？对不对？你自己都会把考研当备胎，对吧？老师最怕你把我当备胎，尤其是什么样的地方？偏远地区的学校，知道吗？你比如说，张老师，我们家湖南的，现在你要调剂，就剩这么一个学校了，叫内工大。你要调剂到内蒙古工业大学，你给老师打电话，老师你好，我想调剂到咱们内蒙古工业大学。老师一听同学你的口音，同学你家哪儿的？老师我们家湖南的。老师一听我操那么远，你来过内蒙吗？没有，就没来过。就问你同学，你平时成绩怎么样啊？老师，我平时成绩特别的好，年年拿奖学金，参加个比赛还能获得个奖什么的。同学，你看你把这些话说完以后，老师对你什么印象？你家离得特别远，你又没来过，你还特别的优秀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你肯定不会来的，对吗？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？给老师吃个定心丸，知道吧？你告诉老师，老师你放心，我去，我一定去。为什么？老师你知道吗？我男朋友家就内蒙的，我这次来复试呢，顺便见下我未来的婆婆，我未来的婆婆特别的喜欢我，都给我们买房了，说了毕业就结婚。老师一看我操，这肯定来啊，对吧？把你招进来了，到时候去不去再说，知道吗？到时候你不去，老师给你打电话，你咋不来呢？我妈不喜欢他。搞定了。你们知道我当年高考考多少分吗？我也不怕丢人啊。昨天有个同学说，老师你考200多分，你他妈才考200多分，没那么差哈，没那么差。当年我高考考了488，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哈，因为我们那年高考题比较难。那一年黑龙江省的1本分数线476，2本分数线418，3本分数线370多，我考488，一本，知道吧？我还挺美。哎，毕竟河南省最好的学校嘛，妈屁颠我就去了，知道吧？结果到了大学第一天我就受刺激了，知道吧？一个河南人刺激我，一看我进去就问我，老乡，恁家是哪儿的呀？我说我们家黑龙江的呀。他问了我第二个问题，说老乡，那你考了多少分进来的？我一听，好敏感的问题啊，是吧？因为我知道他们河南分比较高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留了个心眼儿，我说你考多少分啊？他说我考了609分。比我多考了120多分，跟我上的是一个学校一个专业。我当时心里那个同情他呀，知道吧？他问我考了609，你考了多少分啊？你说我敢说吗？我说他不掐死我。但后来特别让我开心的是，过了2天，我们宿舍又来了一个云南的，他妈分比我还低，知道吧？那哥们考450都进来了。我们2个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在一起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看到了他，就看到了自信，是吧？全班就比他学习好，知道吧？人家叫老师有没有比我们学校更简单的？我一考就能上的，我混个研究生文凭就可以，绝对有这样的学校。往哪儿考？欢迎大家报考我们老家那个学校。你考这个学校，我用我的生命做保障，没人跟你争，你都不用复习，你给老师打电话就行了。你说老师，我准备考你们大学。老师一听，同学，这可是你说的哈，一说了就得考，不带反悔的，听见没？是吧？不用复习，他会把卷子给你发过来的，他怕你考不上，知道吗？当你同学准备复试的时候，你是不用准备复试的，因为迎接你的没有复试，只有欢迎仪式，知道吧？下了火车以后，你会发现那场面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，还电视台记者过来采访你呢。同学，你咋想的？是吧？他都想不明白。招的人多你就考，招的人少就别考了，知道吗？有的学校很恶心，全国招生人数1。
你敢考吗？还每年就有人问我，张老师，难道那个人就不会是我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你觉得那个人会是你吗？你们家祖坟着了，冒烟都不行，着了，一个雷劈下来着了，打119没信号，着一个你考什么？你别考，肯定考不上。